定投呢是投资比特币的最稳妥的方式，但是呢，它也有另外一个缺点，那就是收益有限。那么我们如何在确保稳妥的前提下，最大限度的提高定投的收益呢？今天这个影片呢，通证一哥就给你分享6个比特币定投的参考指标啊。通过这些指标呢，我们可以实现精准定投，也就是呢，把定投和定抛相结合，同时利用比特币的周期转换来实现收益最大化。最后一个指标啊，你一定没有听说过啊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嘿，你好，我是通证一哥。这个频道的目的呢是帮助普通人通过加密投资、金融理财、个人成长的方式实现财富自由，请一定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的干货资讯了。视频当中内容呢只是个人观点，绝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第一个指标，比特币200日均线。200日均线呢是股票、外汇这些传统交易市场的一个重要指标啊，被大家广泛的使用的。200天呢是人们用来区分短期持有者和长期持有者的一个临界点。也就是说呢，持有200天以下的，比如100天啊，是短期持有者；持有200天以上的，比如说300天啊，就是长期持有者。200日均线呢，正好可以作为中期持有者的一个参考指标啊，尤其是对于币圈这样4年一周期的市场来讲，200日均线呢非常适合。利用比特币200日均线来定投的操作呢非常简单啊，我们在比特币4年周期当中的春季和夏季啊。当比特币价格低于200天均线的时候呢，开始定投；在秋季的时候呢，当比特币价格高于200日均线的时候呢，我们开始定抛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基本上可以获得一个比较高的确定性收益啊。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说过比特币的4个季节的周期呢，可以看我关于比特币定投的战略和战术那个视频。目前呢，从比特币200日均线图上来看呢，我们正处于一个买入比特币的区间。第二个指标啊，比特币彩虹图。比特币彩虹图呢，是把比特币价格放在一个具有9种颜色的类似彩虹的色带图当中啊。当比特币价格处于不同的色带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执行不同的一些买卖的操作。比特币彩虹图呢非常简单，它的买卖点的提示也简单明了。彩虹图的内圈蓝色部分呢就是买入，最外圈红色的部分呢就是卖出啊，中间的黄色部分就是持有不动啊。我们可以根据彩虹图在不同级别的提示啊，定投仓位进行调整。比如呢，当比特币的价格位于彩虹图从内向外数第2圈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浅蓝色区域的时候呢，我们执行正常的定投计划。当比特币价格走到彩虹区的深蓝色区域的时候呢，我们加大定投的仓位；当比特币价格走到彩虹区的绿色区域的时候呢，我们减少定投仓位。定抛的时候呢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目前从图上来看呢，比特币正处于一个买入的区间。第3个指标，酒神指标。酒神指标呢是币圈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指标。这个指标呢是由这个微博大 V 酒神创立的，深受这个币圈囤币人士的喜爱。酒神指标呢也非常简单啊，当它的值小于 0.45 的时候呢，适合抄底；当它的值位于这个 0.45 和 1.2 之间的时候呢，则适合定投啊；当它大于 1.2 的时候呢，这说明币价已经很高了，不适合进行操作。目前来看呢，酒神指标正处于定投区间啊。需要注意的是呢，由于酒神指标是专门为囤币而建立的，所以说呢，它没有一个卖出的提示。第4个指标啊，比特币的 UTXO 年龄分布图啊，这个图统计了比特币所有 UTXO 的年龄，并按照比例啊制作了一个像地下的岩石层一样的一个图形啊。它的不同的颜色呢，代表不同的比特币的 UTXO 的年龄啊。上面的紫色带呢，代表着大于10年的比特币 UTXO 占比啊。依次往下呢是7到10年啊，5到7年，一直到最下面的1天24小时啊。从这个图上呢可以看出，当年龄大的比特币 UTXO 占比变多，而年龄小的比特币 UTXO 占比变少的时候呢，市场进入熊市啊，我们可以抄底啊。反过来呢，当年龄小的比特币 UTXO 开始活跃的时候呢，市场处于牛市，我们可以开始考虑套现离场。目前来看呢，比特币仍然处于熊市当中，适合定投抄底。第5个指标啊 ，NVT 比率啊。NVT 比率类似于传统股票市场当中的市盈率的概念。当 NVT 比率过高的时候呢，意味着比特币价格存在泡沫；当 NVT 比率较低的时候呢，意味着比特币被严重的低估啊。在 NVT 比率的图上呢，有2条虚线啊，一条是红色的，一条是蓝色的。如果 NVT 比率低于蓝色虚线，那么比特币就可以买入；如果 NVT 比率高于红色的虚线呢，那么比特币就到了卖出的时候了。需要注意的是呢，
目前来看呢，NVT 处于卖出的位置啊，这一点呢和其他的几个指标呢有所不同。第6个指标，固比均线。固比均线和200日均线呢有点类似啊，不过呢不一样的是它由2个均线组组成啊。长期均线组呢代表长期投资者，短期均线组呢代表短期投资者。当短期均线组位于长期均线组下方的时候呢，代表市场的趋势向下；当短期均线组位于长期均线组上方的时候呢，代表市场的趋势向上。利用固比均线定投的方式呢，和200日均线有点类似啊。在比特币4年周期当中的春夏的时候呢，在短期均线组位于长期均线组下方的时候买入；在秋季的时候呢，当短期均线组位于长期均线组上方的时候呢，寻找卖出机会。一旦长期均线组开始聚合，并且呢，短期均线组开始跌破长期均线组那么说明呢市场可能向下反转，我们可以卖出。好的，以上是我自己用过的6个比特币定投的参考指标啊。如果你有更好的、更加准确的比特币定投指标呢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实际操作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综合使用上边讲的这些指标啊，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200日均线、固比均线、NVT 比率、UTX 年龄图来确定大致的趋势，同时呢，使用90日指标或者比特币彩虹图来具体执行定投动作。最后呢，跟大家说一句大道至简，任何高超的技术操作呢，都比不过傻傻的持有。试想一下，现在币圈最赚钱的人是哪些人？是那些10年前就买入比特币并且一直持有到现在的人。他们只用坚定持有这一招，就可以秒杀币圈99%的人。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招式呢，其实也是最简单的。对于普通人来讲，不需要去研究 K 线，不需要去分析阿尔法项目，你只需要买入并傻傻的持有比特币，10年之后你的收益率一定会跑赢币圈绝大部分人。好的，如果你觉得今天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欢迎点赞关注并转发给你的朋友。如果你想学习加密投资的系统课程呢，欢迎加入我的社区，关注同城一个，带你用加密投资实现财富自由。